孕妇同事每天被婆婆喂泡面，我可怜她，好心给她带了一整个孕期的饭，不料她竟想把我变成她七旬老父亲的虚衔。我拒绝后，她直接开车将我开飞。再睁眼，我回到了第一次给同事柳如烟带饭前，我反手把饭倒掉。白雪，你干什么呀？如烟还没吃呢，谁允许你倒掉的？你家住海边，管这么宽，我带的饭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丽丽姐，白雪姐姐肯定不是故意的，一定是我哪儿做的不好，惹白雪姐姐生气了。也许她过几天气出了，就愿意把剩饭分给我了。你这辈子都别想吃上我一口饭。到我这话，柳如烟瞬间破防，豆大的泪珠往下落。周丽见状，一把将她护在身后，大义凛然冲我吼道：“白雪，你别太过分，如烟可是孕妇，孕妇不可以大哭的，万一肚子里的宝宝有什么闪失，你就是杀人凶手。我命令你立刻向如烟道歉。你算哪块小饼干？我自己带的饭怎么处理，轮得到你指点？看不惯，明天我专门多带点，吃不了的都留下来喂门口大黄。就怕呀，门口的大黄都不一定惦记着嗟来之食。说起来，周丽你和柳如烟是同一批招进公司的，情分深，不如以后就由你给柳如烟带饭怎么样？我又不会做饭，怎么带？再说了，你每天穿金戴银的，那饭菜一定是家里保姆做的。既然做一个人的也是做，做两个人也是做，照顾一下孕妇怎么了？我也就是没钱，我要是有钱了，肯定专门帮如烟请一个保姆照顾她，不像你为富不仁。没关系的，丽丽姐，白雪还没有结婚，家里人肯定都宠着她。不知道我们结了婚的女人有多难，老公在外挣钱不上几个钱不说，还要在家忍受婆婆的刁难，每天只能吃方便面果腹。你婆家都那样了，你还给他们生孩子，莫非你有什么把柄在人家手里？再说你是怀孕了，又不是残废了，你可以自己做饭给自己吃啊。而且我们每个月的工资足够你顿顿点外卖了吧？在自己动手和花钱点外卖之间，你愣是选择了强行要饭。柳如烟被我戳中痛处，捂着脸就要跑开，被周丽一把拉住，她转而指责起我：“白雪，你积点口德吧，这么大年龄了还嫁不出去，殊不知是因为嘴巴太恶毒了。”啊，对，我恶毒，你这么义正言辞，肯定会拿出自己一部分工资给我们办公室柔弱不能自理的柳如烟点外卖的，对吧？啊，不会吧，周丽小姐姐不会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闭着眼睛慷他人之慨吧？你胡说什么呢？所有人听着，以后如烟的孕期饮食都由我来照顾。公司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我可不像有些人刻薄小气，没有爱心。如烟，这下好了，你不用担心总吃方便面没有营养，以后想吃啥就告诉周丽，她会满足你。是我花钱请如烟吃饭，你在这里装什么好人？要不是我不给她吃剩饭，能轮得到你出面包揽她的整个孕期餐吗？没见过你这么没脸没皮的人。如烟，我们走。看着两人手拉手出去的背影，我开心的哼起小曲。周末公司团建，给发了电影票，我正美滋滋的吃着爆米花，旁边忽然传来令人讨厌的声音：“白雪姐，好巧，咱们俩的座位挨着，真羡慕你，还没有结婚，又是家里的独生子女，爸妈都那么宠爱你，哪像我从小父母离异，好不容易靠自己的努力能有一份工作，可是结婚没遇上一个好婆家，怀孕了都得不到善待，就连我爸也不替我撑腰。你过得不好又不是我造成的，和我说这些干嘛？实在不行可以把孩子打掉，离婚。”白雪，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这可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非逼我手撕白莲花是吧？你怀的又不是我家的孩子，单位条件好的同事多了，难道个个都要被你当成冤大头吸血抽髓？你也说了，你爸都不替你撑腰，难道要我去问问你婆婆为啥孕期给儿媳妇顿顿吃泡面？我又和你不熟，干嘛天天逮着我哭丧？我音量不小，瞬间吸引来了很多人的视线。柳如烟的脸涨成猪肝色。这时周丽出现，把柳如烟护到自己身后。白雪，你太过分了吧？他把你当朋友，才会向你倾诉自己的难处。你怎么可以大庭广众之下往别人伤口上撒盐？大家别光顾着看电影，给我们公司的三好员工周丽鼓鼓掌。柳如烟她婆家虐待孕妇，只给柳如烟吃方便面，周丽看不惯，要承包柳如烟整个孕期的饮食，大家都做个见证呀。说罢，我带头拍起了手。大家周末好不容易出来看个电影，还要被迫承受周丽的道德绑架，纷纷怨声载道。什么玩意儿？上班卷我们也就算了，下班了也不得清静。自己爱当冤大头，悄咪咪当背，怎么着？全公司给他众筹一面锦旗呀！就他爱出风头，自己爱多管闲事，别扯上所有人。柳如烟被婆家虐待，关我们什么事啊？我们又不是他父母。周丽也没想到，不仅没博个好名声，还连累柳如烟一起被众人嫌弃，肺管子都快气炸了。拉上柳如烟就要往外走，看着柳如烟眼里一闪而过的恨意，我心里乐开了花。又到了周一上班，分公司领导忽然莅临，而且点名要找周丽。周丽同志，你年纪轻轻就能说出公司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可见你对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理解有多深。听说你还将自己工资的一部分拿出来帮助怀孕的同事，真是了不起。同事之间互帮互助都是应该的。随后
周丽被叫进了办公室，同事吴阳凑过来给我看了一段视频，是我号召所有同事为周丽慷慨救助柳如烟阁长的一段。看角度，应该是周丽自导自演让别人帮她拍的，她可真够能作妖的。他这番操作下来，是福是祸还真不好说。不一会儿，周丽回来了，她的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得意，还故意晃动着手里的锦旗，阴阳怪气道：“都是一个办公室的，有的人宁可把饭菜倒了，都不愿意帮助如烟。但凡他能有点爱心，领导不就把锦旗颁发给他了吗？这么说，领导一定给你涨工资喽？”被我这么一问，周丽的笑僵在空中，脸色也瞬间变得铁青，纷纷离去。后来我专门带了解暑水果来上班，分给了其他同事，特意没留柳如烟和周丽的份，然后贴心的问柳如烟：“听说孕期要多吃水果补充维生素，不知道周丽有没有定期给你买点水果吃？”那个丽姐，你每天带那么多水果，还都是进口的，你怎么不给如烟吃？我带的都是寒性水果，对孕妇不好。再说了，被领导发锦旗，承诺升职的人也不是我啊，你说是不是如烟？我已经把工资的1/3拿出来给他不说，还要每天给他带饭，现在还要给他买进口纯天然水果，我哪有那么多钱？我不用生活的嘛。是你说过的，公司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再说孕妇就是要多吃水果的呀。吴阳，我明明听周丽说过，她要承担如烟的孕期饮食的，难道我听错了？你不是自诩格局大吗？原来都是嘴上说的好听，竟然只是把关爱孕妇当幌子，博取领导关注。此时，柳如烟盯着同事手里的水果咽了口唾沫，转身可怜兮兮地冲周丽说道：“丽姐，肚子里的宝宝想吃水果了，你去买点好吗？”走，咱们现在就去买。他说罢，拉着柳如烟走了出去。我故意大声提醒他们：“如烟，记得一定要买纯天然进口的，打农药的对胎儿不好。不是爱当柳如烟的血包吗？我倒要看看柳如烟将如何对你感恩戴德。”某天，我和男朋友逛街路过天桥，竟看到周丽在摆地摊，多方打听之下才得知，随着月份变大，柳如烟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一开始只是向周丽要些吃的喝的，后来开始缠着她要名牌衣服、包包、护肤品。周丽没招了，只能下班之后摆摆摊，搞副业，才能勉强支撑柳如烟的花销。但柳如烟是个极其贪婪的人，她在看到我带着限量款项链后，转头就向周丽索要。周丽忍无可忍，冲她发起火来：“你一个孕妇戴什么项链？如果不是我每天养着你，你还是个一天只能吃3顿泡面的可怜虫。你自己说，你的营养餐、进口水果、孕妇护肤品、防辐射服都是谁给你买的？我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花的。你现在反而越来越狮子大张口。要没有我，领导会给你发锦旗，承诺你升职加薪吗？给我花点钱都是你应该的。而且就因为你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施舍姿态，现在全公司的人都看不起我，孤立我。要不是你，白雪姐姐说不定还会看在我是孕妇的份上，把她的好东西分享给我呢。”如烟说的没错，周丽，你不能博名声的时候比谁都大方。现在如烟不过是想要一条项链而已，又不是什么过分的事情，你怎么能这么小气？白雪姐说的对啊，六丽姐，我听说分公司领导下个月还要来咱们部门考核，万一到时候他不小心知道了你在孕期虐待如烟，你说他会不会一气之下取消给你升职加薪的承诺？周丽气得涨红着脸，可为了升职加薪，最终还是承诺给柳如烟买项链。之后，我和男友去看演唱会，没想到遇到了柳如烟和周丽。白雪姐姐，好巧啊，你也来看演唱会啊？这位是你男朋友吗？姐姐眼光真不错。你们是小雪的同事吧？我这里有座位。姐姐，你男朋友对你真好，这场演唱会的票很难抢，哥哥可以买到座票，一定是花了很多钱吧？真羡慕姐姐能有这么疼你的男朋友，不像我，就连怀孕了都只能吃泡面。高芷表面上维持着礼貌的微笑，但趁着两人没注意，赶紧凑到我耳边低声问：“小雪，你这个同事不会是有什么大病吧？”我都习惯了。我当然理解男朋友的无奈，反倒是周丽看到我男朋友的礼貌举动之后，仿佛看到了膈应我的机会，开始含沙射影。帅哥看着也是一表人才，可千万要擦亮眼睛，别被骗了。你一个陌生人都知道给孕妇让座，可是你知道吗？白雪在公司宁愿把吃不完的饭喂狗，都不愿意分一点给顿顿吃泡面的孕妇。谁娶一个这样没爱心的女人回家，下半辈子算是毁了。听到这话，高芷脸上露出复杂的表情，她眼神带有深意的看向我。周丽难掩脸上的得意。小雪，他说的是真的吗？天哪，宝贝，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伥鬼同事？一个喜欢逮着别人的男朋友卖惨，一个专门挑拨离间，阴阳怪气。怎样？是嫌演唱会不够好，自己搭台子唱戏吗？真担心你每天的精神状态，干脆你辞职算了，我养你。咱不差在公司挣得那仨瓜俩枣，还不够弥补你精神损失的。周丽和柳如烟本来满脸期待的想看好戏，越听话头越不对，周围的人也纷纷都看了过来。就是个大肚子还官粉，说些有的没的破坏人家感情。老话说得好，物以类聚，一对儿女才会气。怎么着？是想搅黄人家分手，
然后趁机插足吗？不是这样的，我只是看他们俩感情好，表达自己的羡慕之情，根本没有别的意思。我朋友也没有挑拨离间的意思，他只是说话有点不过大脑，我替他向大家道歉。他说着，故意拉起周丽的手，一瞬间，周丽成为了众矢之的，小孩都离他8丈远。他气急败坏，用力甩开柳如烟的手。你什么意思？明明是你看见了白雪的门票，红眼病犯了，缠着我陪你来看演唱会的，现在却把锅都甩在我身上。是你自己愿意花钱的，怎么每次都赖在我身上？男朋友听着他们比裹脚布还长的恩怨，摇摇头，拉着我赶紧离开了。后来才知道，我居然走早了，错过一出世纪大戏。周一到公司后，发现2人都没来上班，一顿打听才晓得，柳如烟乡下的爹柳大海，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他整个孕期被同事养的事情，从老家找了过来。2人还没听完演唱会，就被老头子从现场薅了出来。你可真笑死你爹我了，自己吃香的喝辣的，也不知道接我过来享几天清福。那个冤大头在哪里？你是柳如烟他爸，那正好，以后就由你负责照顾他的一切孕期事宜。不料柳大海在看到周丽后，本来浑浊的老眼瞬间亮，如同点了灯泡，笑容把脸上的老年斑挤得层层叠叠。你就是给如烟出钱出力的那个同事，长得可真俊啊！你缺好哥哥不？别跟我扯别的，我告诉你，要是没有我，你女儿早就饿死在婆家了。不是我说你，你怎么当人家父亲的？女儿在婆家受欺负了都不知道出来主持公道，你也不用谢我，谁叫我生了一副菩萨心肠，你就每逢初1、15的给我上几炷香，保佑我升职加薪就成。周丽的一番话惹得柳大海极其不快，他大男子主义惯了，在他那里，女人吃饭都不能上桌，更何况当街对他说教，当即就将全部怒气撒在了柳如烟身上，左右开弓教育了他一顿。不长记性的闺女，3天不教育你，连家训都忘了，我让你找人说教我。你怎么当街动手？你女儿可是孕妇。她是孕妇怎么了？她怀的又不是我柳家的孩子，我把她养这么大，她的命都是我的，我想怎么教育就怎么教。他说着，从腰后摸出割草的镰刀，就要往柳如烟身上招呼。他赶紧把周丽推出去挡，随后溜之大吉。这之后，周丽被送进了医院，最后一只耳朵没保住。半月后，我走在回家路上，柳如烟突然出现，拦住了我。她神色倦怠，眼底一片淤青，看到我后，直接跪了下来。白雪姐姐，求你帮帮我吧，我实在没办法了。这是想用舆论逼我就范，正好我有一妙计，你赶紧起来，我答应帮你。真的，我爸说只要我给他40万，他就回老家，保证再也不来找我。白雪姐姐，你家那么有钱，这点小忙肯定会帮的。见我迟迟不应声，柳如烟又用上以退为进。我会想办法挣钱还你的，哪怕下半辈子给你当牛做马，我都会报答白雪姐姐的。如烟，你有没有想过，你爸说的话有几分可信？如果这次你真的给了他40万，他会不会尝到甜头后，狮子大开口再要40万？毕竟你工作的地方还有你住的地方，他都能找到。到时候你孩子也生下来了，正是虚弱的时候，你不给他钱，他会用什么极端的方法威胁你？宝宝会不会成为他威胁你的筹码？看到柳如烟下意识地捂住肚子，我知道她听进去了，于是我继续说道。如烟，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有一个办法可以彻底解决这件事？什么办法？其实你爸之所以一直找你要钱，无非就是怕他老了以后，你这个当闺女的不管他，要是他能再婚，有个知冷知热的每天照顾他起居，好好过日子，你说他是不是就不会再缠着你了？可是他那种人，谁会愿意嫁给他啊？周丽呀，你想啊，周丽为什么会对你那么好？不仅每天给你带营养餐，还给你买衣服、包包、护肤品，他这是孔雀开屏，刻意表现呢，无非就是想在公司展现自己贤惠的一面，好让同事能够在拉红绳的时候第一个想到他。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叔叔这么大年纪，多会疼人啊！现在不都流行老夫少妻吗？我看周丽也不是那么迂腐的人，她现在又破相了，配叔叔都是高价呢。到时候让他陪送40万嫁过来，你和叔叔还有周丽，你们按揭一套房子，单独出去住，也不用再看婆婆脸色，对不对？她又爱做饭，正好可以伺候你月子，你连保姆都有了。过个几年，她再给你们家生个儿子，你爸后继有人了，他不得对你感恩戴德。白雪姐姐，我怎么就早没想到呢？你啊，这是当局者迷。可是上次他替我挡了我爸的教育，我跑了，他会不会还在怪我？我该怎么开口找他说这件事？是啊，这是个难题，总不能告诉你爸他在哪个医院，直接让你爸把他接回家吧，这有点冒昧了吧？柳如烟却是一愣，似乎想到了什么，匆忙离开了。接下来1周，2人依旧没来上班。和周丽搭档的组员王华烦透了，他找我打听周丽。周丽联系你了吗？没有啊，怎么了？奇怪了，他说他受伤住院了，可假条批的是半个月，这都过去3周了，他怎么还没来？他可是被领导发过锦旗的标兵，偷懒推活儿可不厚道。
就这样又过了1周，王华突然拉着我，神神秘秘的跟我说：“你知道吗？周丽消失1个月，原来是偷偷跑去结婚了啊！这可不兴乱说的。你不信，我这里有照片，看，这是我乡下的一个表弟发的朋友圈。这老头身上背的新娘是不是周丽？”放大照片看了看，心里咯噔一下。这新娘虽然认不出来，可这新郎分明就是柳大海。后来，柳如烟和周丽居然都来上班了，只不过两人的相处模式一改常态。周丽戴着鸭舌帽和口罩，整个人身形小了1圈，一来就躲到自己工位上。平时相处不错的几个同事和他打招呼，他也不理。而柳如烟满面春风，主动上前和我寒暄起来。白雪姐姐，好久不见了。诺，这是我带的零食，和大家分享下吧。哟，没看错的话，这巧克力1颗好几百吧？是啊，姐姐，都是进口货。喂，快点干，干完了把我那份也干了，别净想着偷懒，跟你说话呢，听见没？周丽不情不愿地哼了一声，却一句话都没说。后来趁着卫生间没人，我喊住柳如烟打听：“如烟，你和周丽什么情况啊？”哦，她现在是我后妈了，我爸很满意她。现在她已经搬到我们家了，专门负责给我们一家人做饭。她说的云淡风轻，理直气壮，我却听得毛骨悚然，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她又折返回来，不解恨地抱怨道：“我早就看惯了她一副高高在上的施舍姿态，原来她就真的是借着给我做饭的名头，在四处招蜂引蝶。那天晚上在医院，她叫的可真大声啊！”柳如烟大笑着离开，随后卫生间的一扇门被打开，周丽包裹的严实，只剩一双眼睛露在外面。我看到了浓浓的杀意。这之后，柳如烟又上了2个月的班，后来肚子越来越大，她干脆递交了辞呈。而这2个月期间，周丽则是越来越沉默寡言。有一次路过她的工位，我余光瞟到，她竟然在看百草药理。这时，办完离职手续的柳如烟回来了。你也辞职回家伺候我坐月子，别借着上班的由头躲懒。1个月挣那仨瓜俩枣的，还不够我买几斤进口水果的。知道了，都听你的。周丽随即收拾东西跟柳如烟离开了，同事看得一愣一愣的。又过了1年，王华突然在我面前提起周丽和柳如烟。你还记得他俩吗？当然，他们怎么了？我跟你说，我听说周丽在回柳家的1年时间里，利用做饭的机会，不断的给柳家人下慢性毒药，而现在柳如烟和他爹都因为生功的衰竭猝死了，就连柳如烟的儿子周丽都没放过。原本周丽这是做的天衣无缝，奈何嘎了柳如烟一家后，周丽居然发现自己怀孕了。谁知道柳如烟婆婆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一听说周丽怀孕了，居然让周丽嫁给她儿子当续弦。周丽不干，双方争执中红了脸。柳如烟婆婆将儿子没有生育功能的事情捅了出来。那柳如烟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那这只有她自己知道吧？王华继续说了下去。听说周丽本想故技重施，但被那老太太逮住了，还想用这个威胁她。2人扭打中，周丽一刀将老太婆撂倒，她现在已经被行刑了。至此，恶人都得到了恶报。